中国应打乱美国的节奏，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眼睁睁看着日韩越走越近。大家好，我是肖云华。尹锡悦向日本发出信号，给中国提了个醒，该出手时就要出手，应该打乱美国的节奏。从美国近期接连在台海问题上的一系列的动作来看，美国在亚太周边的布局其实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简单来说，不管是布林肯公然否认台海问题是中国内政，还是美国政府通过涉台问题的法案明目张胆地强调要阻止解放军的行动，还想着保卫台岛，这其实就是为中美摊牌所做的准备。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如此肆无忌惮地在台海问题上挑衅中国，是逼着解放军动手。美国的下一步就是要在台海掀起一场战争，而美国加剧台海紧张局势，想让中国两岸爆发冲突这一种想法，很多人都在说，认为这就是美国从欧洲复制过来的乌克兰模式。但在我看来，美国在亚太周边的布局涉及面非常的广，不仅想让中国的两岸同胞手足相残，还试图让东亚地区分崩离析，也就是要让日韩两国彻底同中国翻脸。之所以这么说，是近段时间以来，韩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正在越走越近。据相关媒体透露称，韩国总统尹锡悦不久前在一次活动上发表的讲话，引起了韩国民众强烈的不满，激怒了韩国上下。原来尹锡悦在所谓3·1运动104周年活动上发表讲话时，竟然把日本称作是韩国携手合作的伙伴。有意思的是，尹锡悦还特意强调，表明日本是从过去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成与韩国共享普世价值，在经济安保以及全球议题上的伙伴。总之，尹锡悦这番讲话实则就是向日本发出了一个信号，希望两国放弃历史恩怨，从仇人变成伙伴。有意思的是，所谓3·1运动其实就是指1919年3月1号出于日本痴迷统治的朝鲜半岛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分析看来，韩国纪念3·1运动其实就是为了提醒韩国的国民不能忘记曾经那段悲惨的历史，旨在不要忘记日本人曾经给朝鲜半岛带来的伤害。但是如今在这样一个日子里，韩国总统却把一个曾经的侵略者说成是伙伴，韩国上下能不生气吗？在我看来，尹锡悦自己肯定也知道，他说出这一番话来是要激怒了不少的人，可明明知道如此，他还是选择要说，也说明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他这么做。毕竟日韩关系的快速转暖背后存在着巨大的阴谋。原因很简单，韩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其实一点都不属于中日，而任何一点问题都能被放大，可以大做文章。但是如今尹锡悦宁肯冒着激怒韩国上下的风险，也要给日本发出信号，希望两国能够放下历史的恩怨，这其实很不寻常。然而不同寻常的背后，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至于那个所谓的妖，说白了就是韩日关系倘若真的一步步建成盟友关系，就意味着美国在东亚的布局完成了闭环，而闭环之后多半就是战争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